走进现实生活，讲述离奇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欢迎观看陈峰故事。这起案件被警方发现的原因，其实是源自于一起失踪案件。当时是1985年5月16日，陕西省商洛市商县的杜氏兄弟杜长英、杜长年来到了县城购买饲料。由于集市很大，为了快些回家，他们兄弟二人便决定分头行动。询问价格后，在集市门口碰头。杜长年因为比较有经验，所以很快便赶回了集市门口。可让他感到纳闷的是，自己左等右等，足足等了1个小时，弟弟杜长英也没回来。起初杜长年还以为弟弟是看到朋友了，被拉着一起出去玩，将自己给忘了，也就没太在意。毕竟刚满18岁的杜长英此前也没少干这种事情。于是杜长年便自己买了几袋饲料回了家。但渐渐的，杜家人就发觉到情况不对了，因为杜长英平日里虽然是贪玩，却也不至于1周都不回家呀。所以心急如焚的杜家人便挨家挨户的寻找。他们找遍了所有平时杜长英玩的比较好的朋友家，但无一例外都是一无所获。无奈之下，杜长年便再度来到了县城，希望发动县城的亲戚寻找弟弟。杜长年第一时间便来到了在县城混得不错的姑姑家，希望作为工厂厂长的姑父能够出面帮忙。姑父听说小侄子失踪了，也是立刻答应了下来，当即就准备去工厂发动工人帮忙找人。可还没等他们出门呢，刚刚回家的杜长年表弟侯义庭却给到了众人一个关键的线索。原来侯义庭虽然也没见过杜长英，但前几日他却意外得知了，有一个拿着杜长英亲笔书写的欠条来到工厂要钱的，名叫龙志民的男人。那个男人说杜长英欠了他一大笔钱，多次向杜长英索要，他都不给。没办法了，那天才在集市门口逼着他写下的欠条。那时侯义庭正好在场，还反复询问了表哥究竟是怎么欠的钱，欠了多少钱。不过那人却并没有理会侯义庭，只说了一句欠钱不还的人都是王八蛋，便拿着1块多钱离开了。杜长年一听此事就知道定有蹊跷，因为杜长英平日里十分节俭，人品也很好，从不赌博，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。就算是有他，为什么不朝自己这个亲哥借钱，而是找一个陌生人借呢？因此杜长年当即便带着表弟一家人找到了这个龙志民的家里，向其询问起了弟弟的下落。可龙志民一口咬定杜长英就是欠了他钱，当天还完钱之后就直接离开了。听到他这么说，杜长年也不好继续纠缠，于是也只得选择了报警。警方在得知了此事之后也是格外的重视，因为就在前2天，就有一个名叫江三河的农民工失踪了。他的家属也找到了龙志民家闹过事。一个人因为龙志民失踪了，或许是巧合，2个人就不同了。所以警方当即就将龙志民带到了警局问话。到了警局之后，由于没有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龙志民和这2起失踪案有关，民警同志起初还是比较客气的，只是询问龙志民和杜长英、江三河2人的关系。没想到这个龙志民十分的霸道，用着相当不客气的语气和审讯民警说道：杜长英就是欠了我钱，江三河就是来我家帮我干了点活，我给了他钱，他就走了，之后再也没见过，凭什么抓我？我家还有活没干完呢，我赶时间。龙志民的供词和江、杜2家家属的供词
大体一致，警方也实在是没有理由继续关押龙志民，于是就准备直接将其释放。然而就在警方已经拿出了钥匙，准备解开龙志民手铐之际，一个任职多年的老民警却径直推开了门，并且说道：“等等再放人，我发现了一些疑点，查清楚再放。”那么这位办案民警究竟发现了什么疑点呢？原来通过龙志民的供词，他发现了两个十分关键的漏洞，那就是干活和雇人干活这件事。要知道，龙志民家庭条件并不好，身上穿的衣服也都是破破烂烂的。这般的条件，家中怎么可能还用雇人干活，并且雇完人了还没干完，还需要他继续干呢？这是疑点之一。第二，龙志民说杜长英欠他钱，但警方在询问他和杜长英的关系之际，他却说得含糊不清。要知道，无论在什么年代，借出去的钱都像泼出去的水，很难收回来。所以敢借人钱，势必是双方的关系很不错，或是一方的家庭条件很好。这两点龙志民都不符合。众人在听闻了这两个疑点之后，心中也是恍然大悟。不过他们却并没有惊动龙志民。为了调查事情的真相，警方赶忙组织了几位便衣民警，来到了龙志民的家中打探情况。没想到，正是这一打探，却让他们发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真相。当时，几位便衣警察敲响了龙志民的家门。龙志民的妻子严淑霞神神叨叨打开了院门，并且说道：“快进来，早知道你们会来，好好看看吧。”听到严淑霞这么说，便衣民警还以为自己暴露了呢，赶忙警惕了起来。但没想到，紧接着严淑霞又自顾自地说：“前几天家里就来了几个人，睡了一觉，第二天就消失了。你们不会和他们一样吧？”听到这里，民警们才终于反应了过来，原来这个严淑霞的精神应该是有问题的，这可是给到了便衣民警们极大的便利。他们在严淑霞呆呆愣愣地坐在院中愣神之际，开始四处观察着院中的情况。别说，这一看还真让他们发现了几处端倪。其一，龙志民家竟然没有窗户，原先的窗户处都被泥土给糊上了。其二，在地面上存在着多处动土的痕迹。其三，民警们越往里走，就越能闻到一股刺鼻的臭味。这三处端倪无一不让人怀疑龙志民是不是将二人杀害后埋在了家中。于是几位便衣警察便向上级申请了搜查令，叫来了更多的警力，开始了对龙志民家的地毯式搜索。很快，通过侦查，警方便在龙志民家的地窖旁发现了2具男性尸体。不过让警方感到意外的是，经过辨认，其中的一具是杜长英没错，而另一具却并不是江三河。这也就意味着龙志民不只杀害了2个人，或许还有更多。因此，警方当即便加大了搜查力度。可当办案民警将那几处像是动过土的地方挖开后，纵使是经验丰富的老警员都惊呆了，因为在那土坑之中，密密麻麻地摆放着10多具尸体，杀了10多个人。这事情可不是他们小小的派出所能管得了的了。他们立刻联系到了陕西省公安厅和地方军区，2处人马闻讯后，赶忙合兵一处，全副武装地赶到了现场。而在他们的继续挖掘之下，小小的院中竟然就这样挖出了48具尸骨，杀了48个人。这等恶行，别说自新中国成立以后了，就算是从古至今，古今中外都从未听闻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个龙志民究竟为何要杀害这么多人呢？难道是他和他们之间
都有仇吗？还是龙志民在恶意报复社会呢？都不是。经过警方对龙志民的审问，世人才终于是得知了龙志民杀人的原因。原来这个龙志民自幼就娇生惯养惯了，根本就不想吃苦，也不想上班，只想着不劳而获。他的父母在时还有人管他，可等他们接连去世之后，龙志民也就只得通过劳动赚钱了。这样的日子让他很不爽，因此他这才想到了引诱农民工来到他家做工，杀人取财的计划。一开始他本想杀害几个就停手的，可逐渐的，这白得钱的滋味就将其内心彻底腐蚀了，这才接连不断的杀害了48个人。可以说，若不是警方发现的及时，说不定还有多少人要死在他手中呢？当然了，对于这等不知悔过且犯罪情节极其严重的恶魔，国家必定对其不会轻饶。就在1985年9月20日，商洛市中级法院便将其判处了死刑。他的妻子严淑霞虽然是在被胁迫的状态下犯案的，本身有时也的确会出现精神恍惚的症状，但鉴于他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向外界披露真相，也就是说，在龙志民外出抓人之际，他有很多次机会可以报警，但都没有行动，依旧是帮助龙志民杀人。因此，检察机关也同样判处了他死刑。而这起震惊中外的大案也就这样，随着这2个杀人恶魔的死落下了帷幕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